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星期天，星期天呢到海边啊来晒太阳，顺便呢再录个视频吧，聊一聊这个川普的关税战啊。因为川普他搞了这个对等关税以后呢，全世界的反响呢是很剧烈的，许多国家呢迅速的就投降了，愿意对美国进行零关税。中国呢立刻就进行了一个对等的反击啊，也向美国的商品呢进行这个加税，并且呢还有一些别的反制的一些措施吧。那么欧洲呢现在还没有进行反击，但是说要进行反击啊。所以就是我今天想聊的主题呢，就是站在我们80后的角度看一下，就是中美欧洲这样的一个关税战下的这种情况，谁会获利啊？然后呢，我们作为普通人有哪些投资的机会啊，或者说有什么可以规避风险的一些要注意的事情。首先呢，还是有网友问我，他说你在昨天的视频里面说美股下跌是因为华尔街的原因造成的他说能不能再稍微讲的详细一点解释一下。其实在美国美元上涨的这么些年全世界的大量的资金都去了美国，进行了储蓄也好，买债券也好。那么川普上台以后大家都知道美元现在都在等着降息，对吧？因为它一直循环的嘛，就是增值降息那么降息就意味着全世界的存款或者说投资会要离开美国，包括热钱。那么之前去美国投资的或者储蓄的这些钱，有的是储蓄，有的可能是投资了股市的基金，也有的可能就是直接投资了股票，对吗？所以我想大家也能够理解了，如果是你的话，你愿意这么多钱就悄然离去吗？对吧？所以说股市剧烈的下跌，你说蒸发了多少万亿这个当中必然是有获利者和就是损失的人那至于谁损失谁获利，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对吧？所以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关税战，关税战呢，我觉得论调有几种就有一种呢就是政治性的，对吧？那政治性的就是大家都帮大家说话你是中国人你就说中国必胜，你是美国人可能说美国必胜，当然也有不同想法的，对吧？就是说比例是这样。我觉得呢，中国呢它是第二全世界的这个经济体，也是第二个购买力的国家，消费大国，同时呢又是第一的这个制造国它的这个全线的供应链生产力都是很强的。美国呢它是第一消费国，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呢它确实是有这个底气他说进行一个反制。他进行的这个反制呢，我认为川普或者说他们的财政部长是不想看到的
因为其实川普呢，他这个应该说是一种防御性的进攻啊。他加关税的目的就是他这么说一大通啊，其实是一种快速让大家促进大家来谈判的。因为他作为一个大买家，对吧？全球最大的买家，他跟你一个个国家来谈，或者说这个每一个产品在谈，这在他任期里面根本就谈不完，可能再过2个任期也不够。就那个效率来讲，所以呢，他就一刀切啊，采用粗暴、快速的方式。然后呢，他希望大家呢就是跟他来谈，所以他是以进攻的方式，但是呢，他是进行防御的。为什么说是防御呢？因为如果你不卖东西去美国，那其实你也无所谓他到底有没有加，对吧？你给我，就像我什么东西都不卖给美国，那他加关税对我加1万，对我都没有影响，是吧？所以呢，它也是一种防御的啊，并不是说他现在要卖很多东西到你的国家来。那中国为什么会就是立刻就进行反击呢？一个呢，就是川普目前的做法呢，他等于打破了过去的就是自由贸易体系的，对吧？就是反正我们就先不算你赚的多还是我赚的多，我们先一起做生意啊！你有能力你就赚的多，你没能力你就赚的少，对吧？就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个是过去的就是玩法。那么现在它的玩法是什么呢？就是要以美国为核心的，就是我现在要说哈了，要出牌了，对吧？你要跟我做生意，你就必须遵照我的玩法。那么从中国一贯的就是在国际上的这种方式呢，它肯定不允许就是搞这种所谓的就是像霸权也好或者就是说你要做老大这样的这种说法，对吧？就肯定它是，就它不管是国力强国力弱的时候，它都要不允许这种做法啊。那后面有没有我们不知道的谈判或者交易？这个可能也有，对吧？不然的话，怎么会就是中美从不建交变得建交，中美从这个没有贸易变成加入世贸组织呢？这个都是后面很多人回忆起来了才知道之前有这样的谈判，有这样那样的谈判，对吧？当然了，就是目前的形势呢，它肯定是不允许的，所以它会迅速的反制。再加上呢，其实中国它一直就这几年一直在搞这个，对国内补贴或者说就是希望东西能够内销增加这个自己国家的消费对吧？从而能够消化，最好经济上能够少依赖这种出口，也做了努力了但是如果在自己国家就是消化掉这些东西，也要给很多补贴什么的，消费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的话，那有没有能力再去进口美国或者别的国家更多的东西呢？这个是值得疑问的，对吗？所以呢先对等，对吧？就先把它在气势上在这种行动上肯定是不能输给美国人的至于说未来能否中美之间一定出来一个赢家，这个东西我上期视频我就说过了。我觉得现在大家这么说都是情绪化的因为只是个开头，就等于你看个电影才刚刚开头，你还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对吧？这个事情要过几年才说但也有可能就像川普他做了几年他不做了，他这个现有的经济政策能不能执行下去？
或者说可能大家说到了中期选举，如果物价上涨得很厉害，通胀又很高，对吧？就你还没有对别人造成伤害，你自己先有伤害了，那可能选民们对他不满意了，对吧？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人他占有优势啊，中国人能吃苦啊，尤其是在我觉得同样的就如果生活条件没有对方好的情况下，可能中国人更多的他不是绝望，他可能更多的是努力，更勤奋一点，对吧？这个我觉得不是说我是中国人，我帮中国人说话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公认的，对吧？就大家都觉得中国人是很能吃苦的。当然，现在这年轻人的时代可能比过去的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可能要差一点，环境能够改变人，对吧？所以说也说不准。川普他也急啊，他不是马上也希望就是美联储能够下场嘛，能够给美元立刻降息嘛，缓解他的压力嘛，对吧？因为他也很害怕物价就持续的上涨，那对他来说，他毕竟要向选民交代嘛，对吧？那么至于欧洲呢，我觉得欧洲在这个事件当中这个关税战当中，它是最没有牌的，但是呢，它也是最得利的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它既不是生产大国，它也不是购买大国。但是呢，中国一旦如果跟美国谈崩了，那么中国肯定希望从别的地方得到份额不管是非洲欧洲还是中东那这些当中肯定是欧盟这边是最具竞争力的，对吧？所以呢，他能够从这当中获利。同时在美国这边呢，他也有能力，就是说希望美国能够跟他再谈一下，对吧？就给他减点税因为如果说美国要卖面子就是这么多盟友，他首先肯定是先给欧盟。现在目前的什么要反抗什么的，很多其实只是一种政治的表态，对吧？就实际上到底怎么样，还是要看后面的那么我们普通人从这当中能够获得什么机会呢？其实这两天股市跌的是很厉害涨的很多的都是什么？都是这种什么恐慌指数3倍的、2倍的什么做空做空科技做空什么纳斯达克做空什么东西对吧？当然我是不建议去做这种风险很高的东西我觉得长期来讲，像汇率就比如说你说做多汇率或者做空汇率那种基金还有就是像能源不管是天然气石油还是其他的这些能源的这种基金这些呢，包括我觉得各国的这种保底的东西，对吧？就像我之前也说过了，如果说美国要让美国再次伟大，那像什么美国的那个波音像美国的这种英特尔对吧？各国都有一些这样的公司。就今年德国的那个军工股什么都涨得很好包括像西班牙有很多股票涨得也不错，对吧？什么天然气什么金融类、银行类的，对吧？所以就是要选这种就是风险相对小、比较稳的这个呢，在保守的这种环境下，通常它不会差。但是呢，一旦如果要复苏了要变好了，那么这些股票呢，它也是能够拉动整个这个指数的，对吧？包括我认为像券商你说像什么盈透或者说这个各个国家都有，对吧？就是这种券商类的这种股份，这种都是一旦就是股票要上行了，
那么都有可能会涨得特别高，这都是机会啊。如果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时机，那么未来啊肯定会微型反转，也要超过就是川普他就是上任的时候啊那个最高的指数，肯定要走了新高，历史新高啊。当然这个可能有一段时间，对吧？还有呢，我觉得啊，就是我一直觉得的啊，就今天的世界的这种格局，我觉得其实跟老年人啊，或者说不管是社会的老龄化、政治上的老龄化、企业里面的老龄化，或者说那些年轻人，对吧？就机会太少了。现在这种世界整个格局啊，各个国家当政的都是七老八十的，对吧？都在主宰着年轻人的命运，主宰着一个国家的命运。我觉得就是如果这个世界要变得更好，要进步，那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年轻人要有更好的机会，而不是说年轻人拼命的，就是在卖体力啊，就有点累，是吧？不管是什么房贷啊、车贷啊各种的，就你说企业也好，社会也好，给这个年轻人的机会太少了。其实我觉得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你只要这种军事方面的核武器按钮这种东西啊，要掌握在老年政客的手里，对吧？就不要轻易的去打仗，轻易的去冲突。像经济类的、交流类的、文化类的这些东西，都应该让更年轻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包括创业啊什么的。其实年轻人他有资本，他不应该怕失败，对吧？但是现在的呢，不是这样子的。随着医学的进步你可以大家想象一下，过去可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50-60岁，现在是70-80岁。那如果到了后面人的平均寿命达到100岁呢？那难道全世界政坛上，或者说全世界的就这些最好的企业老板什么，全是100岁的人在上面掌握年轻人的命运吗？问题是，掌握年轻人的命运也就算了，对吧？出现了问题，都要搞这种民族主义情绪都把责任给对方，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是这样的，都是出了事情先怪在别的国家。就像美国也觉得是什么别的国家偷了他的工作机会或者什么的，然后呢，有发生要这个争端了牺牲的其实也是大家的利益，年轻人的利益就像俄乌战争或者什么地方，都是年轻人冲上前面去打仗。所以我觉得这点是真的是，我觉得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好吧，这个我今天随便聊一些谢谢大家。